艾特大冤众来看这部2024最新恐怖片《第三者》，这真是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话说阿杰走进卧室，看见小乔一个人站在墙角发呆，然后用右手抓着墙，接着跳起民俗舞。阿杰都看傻了，因为小乔根本不会跳舞，于是把丈母娘梅姨和阿姨春熙喊来看看。外面电闪雷鸣的。哎呀，这对三人来讲简直就是奇观啊！接着奇葩的小乔反身跳起来，竟然对梅说起了话，意思是他的黑魔法已经失效了，他输了。梅就像知道输给谁了。梅还是不知道，看样子对方已经准备很久了。随后三人把小乔送回到床上休息。哎呀，孕妇徒步上墙，这样的画面就很少见了。那个恐怖的气氛自然是满满的。那么小乔是被何人所害？梅究竟做了什么坏事？且听金彩彩娓娓道来。故事发生在1992年的印尼，你看当地的大户人家阿杰正在举办庆祝妻子小乔怀孕7个月的盛大活动，丈母娘梅端坐在正中，这可是本地的一大习俗啊。他们已经得知小乔怀的是个男孩，所以呢，这个喜庆的气氛就更加的浓郁了。其实小乔是阿杰的第二个老婆，在印尼虽然法律上明文规定是一夫一妻制，但是实际上有大量的一夫多妻合法存在，这也算是他们的一大特色。由于阿杰的大老婆阿雅在怀孕的时候流产，导致以后再也无法生育了，所以阿杰才不得不娶了第二个老婆小乔。你说巧不巧？小乔和阿雅是大学同班好友，而阿杰是他们俩的校友。目前阿雅就住在另外一套房子里，双方约定阿杰每周的1、3、5到小乔那里，到了2、4、6阿杰就去阿雅那里了。哎呀，这个阿杰简直是过着神仙般的日子啊！活动结束时已经天黑，阿雅做了咖喱虾专门过来送给小乔吃。Tapi yo kadang-kadang kalau lagi capek pinggang suka sakit. Aku waktu dulu belum sempat ngerasain nikmatnya sakit pinggang. 梅姨就在一旁偷听他们的讲话。其实阿雅每次来她都很紧张，这个阿雅也很搞笑，每次见到小乔就像祥林嫂似的重复着自己在怀孕后第4个月流产的这些话语，接着就让小乔为她祈祷，这样一来她就可以再次怀孕。可实际上他已经无法生育了，这一点阿杰心里清楚得很。小乔自然要笑脸照办，并且好话说尽。随后阿杰就骑着摩托车送小雅，梅就走出来提醒小乔要防着阿雅。小乔觉得没有必要，毕竟现在他们都是阿杰的老婆，更何况以前还是好同学。梅就觉得自己的女儿心地太善良了。阿雅回到家中就泡了一杯咖啡给阿杰喝，无意中把勺子掉在地上，他就弯腰捡了起来。殊不知一个恶魔已经潜伏在他的家中。阿杰喝着咖啡，突然听见房子里的天花板有动静，他就好奇的四处看看，但是阿雅坚决否认家里有其他东西的存在。阿杰就有点想不通了，难道自己提前衰老了不成？小乔就在床上等着阿杰回来，他回忆起自己是怎么认识阿杰的，当时他们还在大学读书。一天阿雅特意来告诉小乔，说自己在本校找到男友阿杰，还专门提醒小乔不要迷上阿杰。小乔听完后内心就有些吃惊，心想阿雅找男友的速度怎么比他还快呢？论长相小乔自认为比阿雅强太多了。下一秒阿杰突然出现在两人的面前，阿雅就把阿杰介绍给小乔认识了。从那一刻起，小乔情不自禁的暗恋上阿杰。哎呀，各位小美眉们切记防火防盗防闺蜜。一次她在图书馆找书看，无意中看见阿杰和阿雅坐在一起聊天，他心里其实是蛮妒忌的，站在一旁迟迟不愿离去。阿雅用余光也看见了小乔，这是一只黑手抓住他的脖子。这个就把小乔吓醒了。就在此时他饿了，于是去搞了点东西吃。突然从角落里出现一个满头都是金属发簪的恶魔，这位可就很厉害了，他就是传说中的印尼3大邪魔之一的白骨奶。小乔渐渐听见了金属撞击的声音，可是转头一看什么也没有啊。突然小乔的肚子剧痛，小乔根本坐不住啊，于是就站了起来。这时那种金属撞击的声音又出现了，小乔就四处看看，突然声音消失了，他觉得有点吓人，于是就跑回卧室。其实白骨奶就站在门口，小乔只是看不见而已。那么白骨奶为何会盯上了小乔呢？咱们接着往下看了。小乔就回到床上睡一会，
他就想着阿杰为什么还不回来。突然阿杰竟然穿着睡衣回到房间，小乔也没有多想，生气的把头朝向另一边，然后对着阿杰发着脾气。阿杰也不说话，伸出一只魔爪摸向小乔的肚子。阿杰恰巧骑着摩托车回来，这下小乔意识到自己是不是出现幻觉了，所以阿杰回来后他也不敢说什么。不过梅就把阿杰说了一通，意思是他不顾及小乔的感受。第二天早餐的时候，梅告诉小乔他有一种不好的感觉，提醒小乔格外的小心。突然小乔觉得很恶心，而且胃里面感觉要翻江倒海，于是就跑到洗手间呕吐起来。哇塞，吐的都是血块了，里面竟然还有一根钉子。小乔吓坏了，于是大声把梅叫过来看看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梅赶紧过来安慰小乔，他觉得小乔的精神状态不好了，因为洗手盆里什么东西也没有啊。随后阿杰赶回来把小乔带到妇产科检查，医生诊断以后确定小乔和宝宝都很健康。这下阿杰夫妇放下心来。随后阿杰在开车回家的路上，他看见路边有个奇怪的人正盯着他们看，于是就停下车特意去看看，然而那里什么也没有。阿杰只好转身就回去了，但是白骨奶就在那里站着，只是他故意不让阿杰看见。晚上他们回到家中，阿杰已经把阿姨春熙叫到家中等候多时，他打算请春熙跟着梅姨一起照顾小乔的起居，但由于这个事情没有和小乔事先商量，于是两人就大吵起来。其实小乔很讨厌春熙，因为他曾经反对过两人的婚姻，不过最后还是小乔妥协了。这时阿雅打来电话质问阿杰今晚怎么还不过来，阿杰只好说了声抱歉，因为白天发生的意外，所以他今晚要陪着小乔。阿雅嘴上没说什么，其实心里恨得牙根直痒痒。一天，春熙阿姨在小乔的洗手间里发现一个奇怪的布条，小乔正好走进这个洗手间，顿时觉得春熙的行为很诡异，而春熙就怕影响到小乔的情绪，于是赶紧走出来展开一看，哇塞，那是一些奇怪的图案。春熙顿时意识到小乔被诅咒了。就在那天的晚上，阿杰去了阿雅那里，小乔发现房间里充满了诡异。这后白骨奶现身，小乔顿时吓尿了，倒在地上爬着走。白骨奶然后把旁边的柜子掀翻，差点砸到小乔，接着去摸了摸小乔的肚子。春熙听见动静跑了过来，小乔只是有惊无险而已，今晚白骨奶就是吓唬小乔而已，因为还没有到他收割小乔的日子。随后就把阿杰叫了回来。阿杰走进卧室，看见小乔一个人站在墙角发呆，然后用右手抓着墙，阿杰都看傻了，于是就发生片头那一幕。随后三人把小乔送回到床上休息。隔日梅姨山长水远的来到了巫师大卡的家，大卡一番测算之后确定小乔被黑魔法诅咒了，但是他无法拯救小乔，因为他不知道谁在使用黑魔法。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，使用黑魔法的力量非常的强大。然后给了梅姨一个罐子作为临时的护身符，把它放在柜子的上面。回到家中，春熙偷偷看见梅姨把罐子放在柜子上。过了几秒之后，白骨奶从梅姨的窗边走过，这次是特意让梅姨看见。与此同时，大卡正在施展法术对抗那个神秘的力量。突然房门被推开，先是屋子里的那些物件被掀了个底朝天，接着白骨奶现身。大卡认出了这个邪魔，他后悔死了，惹了不该惹的恶魔，他的本事没有他厉害，很快就被白骨奶收拾了。原来大卡之前是被梅姨请来搞事情的，阿雅就是被大卡的黑魔法所害，导致流产的，这才成就了阿杰和小乔的婚姻。那么这件事小乔全程都知道，而且还是他阻止了大卡杀害阿雅。半夜梅开始遭到报应。其他人听见动静，梅已经变成中风的样子，这是白骨奶故意不让他死的，目的就是要继续折磨他。随后阿杰找来医生，可是他没有更好的办法，只能开点药给梅姨缓解一下痛楚。春熙随后不得已离开这里，因为小乔总觉得是他在后面捣的鬼。阿杰表示了深深的歉意，这下就彻底没有人照顾小乔了。于是阿杰就把阿雅叫了过来，再怎么说也是一家人，小乔也同意了。这下两个女人同处一个屋檐之下，争风吃醋的事情自然少不了。这下有的吵了。今天阿杰要去出差，家里就剩下阿雅和小乔。白天阿雅围着小乔转，还帮着做菜给小乔吃。然而在厨房里，小乔却看见了诡异的一幕。阿雅明明是在切大葱，
可是在他看来，阿雅却是在切手指。然后阿雅整个人变得很凶的样子，举着刀冲着小乔走来。这是来真的吗？没想到这是小乔做的白日梦，他被吓得浑身战栗。然而这只是开胃菜而已。到了晚上，小乔人生的至暗时刻来临。先是肚子痛得不得了，梅在一旁知道怎么一回事，但是他也无法动弹了。半夜小乔正睡着觉，突然他整个人被莫名的升空，等他醒来，吓得嘴巴都合不拢了，大叫不止。蚊帐上还出现了鬼影，还有红色的液体流了下来。然后阿雅端着洗脸盆走了进来。阿雅这是什么都知道了，今晚他就是来复仇的。双方打了下来，小乔怎么可能是对手呢？然后强行把小乔肚子里的宝宝接生出来，然后又把小乔拖到院子，那里早有个已挖好的土坑，梅在房间里都听见，可那又能怎么办了？不过春熙在半夜的时候带着阿红赶到，因为他觉得阿杰他们需要的不是医生，而是需要阿红来驱魔。恰巧他们看见了地上的血迹，随后他们在院子里找到了小乔，幸运的是他还活着。此时阿杰也回来了，阿红最后找到阿雅，其实他是被白骨奶附身了，双方缠斗起来，而且阿红还念起经文，白骨奶被迫离开安雅的身体，然后消失不见。但是阿雅拿着刀继续要杀小乔，正好被过来的阿杰挡了一刀。这时阿雅似乎也清醒了，她之前被仇恨冲昏了头脑。影片到此基本结束了，我觉得本片拍摄的还行吧，满分5星我给打分在3星和3星半之间。这部戏反映了当代印尼的社会现实，毕竟一夫一妻制是主流，可是在印尼多妻制却可以正常的存在，这就匪夷所思了。片子的节奏稍微慢了一点。好了，谢谢大家的捧场。